係個網友呢條片啊，係講大陸又拉咗一個嗰啲地產嘅老闆。嗱，大家睇見咧，其實就係恒大許家印係隔咗好多年都唔拉嘅。雖然佢間公司已經破產，就碧桂園咧到而家都冇拉嘅。其實拉地產公司嘅老闆咧係非常少嘅。咁但係最近咧就有萬科嘅 CEO 兼總裁就拉咗。剛啱琴日又拉咗正榮地產集團嗰個大老闆歐宗榮。咁我哋就要問啦，係咪大陸嘅政策咧就轉變咗啦？對呢班人咧就冇晒耐性，即係咧唔驚打擊個市場，可以將佢哋咧盡量拉，然後咧就係用坐監嚟到逼佢哋嘔多啲錢出嚟，同埋咧就係供邊啲人係一齊同佢哋貪污嘅，逼翻啲錢出嚟。即係可能咧係轉一個咁樣嘅政策，一橫掂咧，即係全局都爛晒。我哋睇下，一路去到舊年9月、10月，就係地產咧就因為大陸嗰個救市措施啊，佢5月一次救市措施啦，9月尾10月就谷股市，就再一次救市措施。咁呢個地產呢個 turnover 咧就多翻啲，但係咧而家呢啲咁嘅反彈咧，永遠得60日嘅啫。跟住12月咧又跌翻落去，大概成年啦，係喺前年已經係跌咗30-40% 嘅基礎上，再跌咗27%。咁即係嗰個地產其實接近腰斬再腰斬，比起全盛時期。全盛時期咧就係18萬億，咁而家剩翻幾多度咧？咁剩翻係5-6萬億咁上下啦，啊，一半嘅2/3，準確啲嚟講，值18萬億，值翻6萬億度，即係剩翻1/3，剩翻1/3個地產市。嗱，我哋先講講呢次被拉呢個人，就係正榮嘅。呢間係香港上市公司嚟噶，嗰個人叫歐宗榮。呢個人咧係一個福建莆田人吓。原來咧 as late as 2005年咧，佢仲係周身唔掂。嗰陣時咧，佢已經好大膽。呢個人好大膽，就夾埋啲人咧，就喺福建搞咗啲地，跟住咧就去江西南昌搞咗啲笪地。點知咧冇錢俾，咁就係爛尾收場。咁後來咧，佢就轉咗去上海搞啊。咁咧就食住2013年、15年食住個地產浪潮咧，就起咗家。去到2018年喺香港上市，就係集資38億。咁嗰年咧就係佢嘅營銷係幾多咧？係200幾300億一年吓。2018年佢係全中國第20大嘅地產公司。呢個人咧亦都係上咗呢一個呢個500呢個上，佢係呢個人係有呢個係70-80億身家咁上下啦，70-80億身家咁上下啦。呢個就係入咗有錢人嘅 list 入邊，即係第200幾名咁上下嘅嘢。呢個人咁好啦。咁咧，佢2018年上市啊，2019年咧仲係撐住，2020年咧就係仲係300幾億，到2021、22、23咧就開始大跌，300幾億、200幾億、100幾億、幾十億，舊年即係得60-70億生意。你知如果地產公司本來做300幾億生意嘅，變咗做60-70億生意，你知幾大鑊噶啦？因為嗰個冇 cash flow 啊嘛，呢個賺唔到錢啊嘛，咁你就孭住咁多利息咧，你就實死嘅。佢12月個市反彈，佢都係做得幾十億。2022年咧，佢已經爆雷噶啦，即係佢一路維持住個股價。2022年忽然之間一日之內跌咗80%個股價。咁今次咧就係拉埋添，拉埋咧就話
佢可能係同佢同福建攞地有關。嗰陣時咧，可能係勾結啲貪官攞啲地翻嚟，因為2000幾年嗰陣時咧冇咁規範嘅，唔係所有地都拍嘅，咁容易作弊嘅。咁嗰陣時攞地可能有賄賂，而家咧就冇顧忌拉佢，就叫佢供埋嗰陣時嘅貪官出嚟。呢個係一個好有可能嘅嘢，即係等於呢一個萬科啊，嗰個 CEO 點解會拉咧？咁因為呢個係建行出嚟嘅人，咁就但係都出咗嚟好多年，出咗嚟10幾年，咁啊好可能係同呢個同啲銀行嘅貸款係有貪污有關，或者佢哋嗰班 management 一齊就虧空公司嘅公款，整咗個小金庫，係呢兩樣可能嘅啫。好啦，去到呢間又破產咧，我覺得嚟緊咧會迅速拉好多上市公司老闆，因為咧一路中共就忍住佢哋，就希望佢哋完成啲爛尾樓，咁就係亦都可以借錢就借多啲錢俾佢哋啦。咁結果咧就係搞到今日咧吓，其實佢哋嗰盤卜咧係越嚟越差嘅。你可以想象到，譬如正榮咁，你知唔知佢嘅資產負債比率係去到得幾多咧？係97.幾個 percent， 即係97.幾個 percent。你講其實咧間公司早就資不抵債，但係大陸咧永遠唔面對現實嘅，資不抵債咧就由得佢資不抵債，就唔肯俾佢破產，就係驚個大市嘅氣氛唔好啊，同埋俾佢破產咧，又會令到嗰個啲銀行啊，如果俾佢破產，俾佢爆雷咧，嗰啲銀行就被逼要 write off 佢條數，咁呢個亦都係難搞嘅，其實就咁解吓。咁好啦，但係你睇住佢嘅銷售由300幾億、200幾億、100幾億跌到落幾十億，間公司係冇辦法能夠生存嘅，即係等於今日有消息傳出啊，新世界揾咗1000幾億物業出嚟，作為佢今年到期嗰幾百億嘅擔保。嗱，但係佢一抽咗呢個1000幾億物業出嚟咧，其他借錢俾嗰個人咧就好驚啊，因為咧你最值錢嗰啲資產咧已經抵押咗，咁我哋呢啲借咗錢俾你嘅人又乜嘢保證咧？於是咁咧就變咗個惡性循環嘅啦。佢哋不停要攞資產出嚟，而一定冇足夠嘅資產可以應付1000幾億、1000幾2000億嘅抵押。好，我講翻正榮地產，負債97點幾，呢個咧係你要知道嗰啲資產賣出去咧一定唔值咁多錢。Fire sale 咧起碼唔見3-4成，如果普通嚟講咧，你係起碼唔見2-3成。如果 fire sale 可能去到4-5成，喺大陸就可能剩翻1/3，即係大量嘅資不抵債。同樣呢個萬科咧，深圳聽講呢個傳出嚟嘅消息，深圳國資委開晒會嘅，覺得咧就係而家唯一嘅辦法就即刻接管咗萬科，由政府接管咗萬科，然後咧就睇住佢嗰盤數啊，咁樣起碼希望可以短期內等佢唔使破產。但係你睇見凡係政府接管過嗰啲公司咧都破產。呢一個係海南航空啦、恒大啦，佢政府接管住咧就係政府攞翻晒佢爭政府啲錢，譬如稅啊、地啊嗰啲錢，就唔理其他人。結果咧每個政府接管嘅公司都係破產收場嘅。咁另外咧，碧桂園咧，嗰個債務呢個佢整一個債務重組方案俾人哋否決咗，佢要人哋 discount 7成嘅債，咁你如果冇足夠嘅嘢保護咧，你就係人哋一定唔制嘅呢個就係。咁啊恒大咧就係原來咧佢將恒大附屬嘅子公司
控制住恒大物業嗰啲股份揸咗50%，就已經入咗破產管理官嘅手上吓。因為咧恒大物業係一樣值錢嘅嘢嚟嘅。恒大物業咧，恒大就係整咗咁多樓，咁咧整咗咁多樓，一路咧都有管理。管理咧你就睇餸食飯嘅啫，點都有錢賺。呢個係恒大唯一值錢嘅資產。其他嗰啲地啊、啲爛尾樓啊，或者啲工程咧，係可以講話完全唔值錢嘅啊。好啦，我哋睇下野村啊，佢哋點講？呢個陸東點講？嗱，我先講少少我嘅意見先。我嘅意見咧就係咧，大陸地產嘅真正問題就係喺過去20年咧，佢係又充滿咗金融屬性，即係咧作為一種投資嘅工具。佢而大陸冇第二樣投資嘅工具，大陸又發行好多嘅貨幣，所以呢樣嘢托住咗個樓價。而第二個托住咗樓價嘅就係大陸人一向對於未來嘅經濟前景好有信心。呢樣嘢咧喺2020年疫情、2022年封城咧，經過4-5年嘅拖住咧，就已經係信心崩潰咗。一冇咗呢一個金融屬性，翻去實質需求，大陸嘅人口減少緊，大陸而家失業率嚴重，嗰啲人嘅收入喺度降低緊，係支持唔到呢個樓價。呢個係呢一個就係真正嘅關鍵。個樓價要跌到，即係首先嗰個供應要減少，扭轉個供求關係。有啲爛尾樓，有啲舊樓要拆咗佢，唔供應新地，火一段時期個供求先會平衡。咁啊，另外一點咧就係嗰個供求關係啊，喺人口減少，今年人口減少130萬嘅情況之下，咁係就剩翻一樣嘢，令到嗰個樓宇有需求嘅啫，就係嗰啲人城鎮化。由鄉村搬去城市，仲係可以支持住啲城市嘅樓價，同埋嗰啲人對生活改善嘅要求，即係要求一間大啲嘅樓，係得呢兩樣嘢支撐住。呢個咧加埋而家嘅實際上嘅嗰啲人民嘅收入咧，呢一個咁樣嘅價錢嘅樓市，即係大約佢嘅樓市一般嚟講，一層佢哋住得幾闊㗎，啲樓係。好多時都100米咁樣，100米咧，佢好多時候咧8-9千蚊一米，8-90萬咧，其實係供唔起嘅。咁呢個咧就只有個樓價跌到適合嘅 level， 啲樓唔好供應新土地，拆一啲舊樓，慢慢咧佢會調節到呢個可以企得翻定嘅位置。即係你見到日本個樓價咧係連跌咗20年嘅。咁就係第二點係要乜嘢咧？第二點就係要第二點可以解決嘅方法咧，就係除非係嗰個人民幣貶值，個樓價就會企得定。但係呢個樓市，即係如果而家咁樣嘅速度嘅跌，我哋諗下佢跌咗幾耐？佢嘅高峰咧係喺2021年、22、23、24，估計阿陸東嘅估計咧，要跌埋25年。26年到27年頭咧，就可能企得穩啦。咁呢個我諗都合理嘅，即係佢係分為3波嘅下跌，即係等於香港1998年其實跌到2003年，2003年見底反彈，但係嗰陣時香港嘅經濟其實係蓬勃嘅，香港經濟蓬勃嘅，而且嗰個人口係增加緊嘅。咁就係大陸就跌咗20年咁。即係中國跌7-8年咧，呢個係起碼嘅，係基本上係呢個係一個路易斯拐點嘅問題，唔係路易斯拐點，呢一個係萊斯克時機啊，明斯克時機，明斯基時刻個人口嘅城鎮化完咗，就係嗰個資產嘅價錢。係去到唔能夠俾利息，因為太過樂觀，
於是佢要作出調節，呢個就係明斯基時候，呢個就係好嘛？咁就2027年我哋睇下係唔可以見底反彈。好，呢段講到呢度。過年啦，我哋又有新貢獻嚇，送乜嘢俾親朋戚友好呢？嗱，呢個除咗送俾親朋戚友，仲要自己食啦，超級驚喜！俏貓貓門市限定 BG18 魚子醬，原價1080，驚喜價990，送翻1000蚊嘢俾大家。BG18 魚子醬係用斯氏鱘同達氏黃混種鱘魚嘅魚子製成，呢個 mixture 係好好嘅。佢嘅養殖期13年啦，13年係好耐噶啦。魚子直徑3mm 以上，每粒都係淺至深嘅琥珀色，鹹味2.8至3，質地絲滑柔軟細膩，口感 creamy， 全天然產品。好，今次送咩呢？呢一個比頓山莊紅酒，一支價值670蚊。法國波爾多紅酒靚酒區比頓山莊紅酒200年歷史。呢一個2018嘅混合葡萄紅酒係赤霞珠同品麗珠兩種葡萄同主葡萄梅洛做成嘅。個紅酒紅寶石顏色，呢一個香氣成熟嘅水果味同烤橡木桶嘅幽香，口感豐富，非常厚實，入口有黑加侖子、布冧同黑朱古力嘅味道。再送乜嘢？日本兵庫丸雙生生蠔，哇！愛嚟送呢個同埋魚子醬一齊食，真係好啦。200g 價值99蚊。仲有日本岩手縣奧鹿牛 A5 火鍋片BMS 7至8 200g 價值208蚊。仲有韓國 High Rim 香酥雞塊480g 價值59蚊。送完即止啊！呢個咁抵嘅嘢，賣990蚊魚子醬，送翻1000蚊嘢俾你，呢個係只限門市。過年賣大包唔緊要，個個開心嘅年。